大家好，我是龚明明，又见面了。这个系列是关于开源的 AI 物体扫描系统。前两期讲了如何从头设计一款极简的可微渲染器，梯度都是怎么算的，但要把它实现成代码，还有不少无法回避的细节。第一是 Rasterized Forward。NVDFresh 的输出是上下颠倒的，现阶段为了跟 NVDFresh 兼容，我们也要用 OpenGL 的图像坐标系，也就是原点在左下角，Y 向上。但除了 OpenGL 之外，常用的其他图形 API 的图像坐标系都是原点在左上角，Y 向下，所以 Y 轴得在 VS 里反一下符号。接着我们用 GS 以三角形为单位生成重心坐标和三角形 ID 的信息。三个顶点的重心坐标分别是10、01、00。GS 里可以拿到三角形 ID， 这样填出一个输出的三角形往下传。虽然我很讨厌 GS， 这东西极其低效，但是要以三角形为单位 GS 生成数据，差值到像素，比在 PS 里每个像素单独算更快。PS 很简单，把它们都输出就行了。结果长成这样。Backward 用上一期推出来的公式计算梯度。有个有意思的地方，因为每一个线程处理一个像素，就会出现多个线程同时累加到同个顶点的情况。按说用 Atomic 就能解决。CUDA 提供了浮点的 Atomic， 但 HLSL 只有整数的 Atomic， 没有浮点的。直到 Shader Model 6.6 才有暗位比较的浮点比较交换函数。但我确实不想因此就要求 Shader Model 6.6， 怎么办呢？之前想通过改算法把 Scatter 改成 Gather， 但那样会变得复杂得多。后来我想到了10多年前流行过一阵子的 Lock-Free CAS 技术。实际上 GPU 的这些 Atomic 操作也都是基于 CAS 的思想。基本思路是 Atomic 的一个操作可以表达成一个循环，里面用普通的非原子操作接上个 CAS 来完成。CAS 能在单次操作内比较一个值和目标是否相同，相同就把新值写入并返回原值，这样即便多个线程同时执行到这里，也不用担心读写冲突。结果和加锁的相同，代价是需要循环。那么既然整数可以 Atomic， 又有 sFloat 和 suint 这样安慰 cast 的函数，那就把操作 cast 成浮点，算出结果，再 cast 成整形，接着交为 CAS 就是了。这就实现了浮点的 Atomic 操作，和 Shader Model 6.6 里的完全一样。所以说这个新函数只是个语法糖。这个浮点原子相加会用到每一个步骤的 backward， 正是 paper 里说的 scatter add。Interpolate 没什么细节，比较直截了当，直接快进到 anti-alias 这一步。之前说过 AA 需要判断一条边是否是轮廓，就得看邻接三角形的法线方向是否相反。读取 index buffer 只会知道当前三角形，不知道邻接的，所以我们需要另一个 buffer 存每个三角形的3个邻接三角形。进一步想想，其实我们不需要知道邻接三角形的 ID， 只要对面顶点的 ID 就够了。思路类似于 GS 的邻接点结构，只是顺序不一样。目前这是在 CPU 上做的，在循环外构建，速度不慢，但之后需要的话也可以移植到 GPU。存对面点的 buffer 和 index buffer 大小一样，顺序一样，所以很容易就能知道对面顶点是哪个。另外，之前也说过 AA 每次只处理几百个像素，很稀疏，因此在 forward 的时候可以把处理了哪些像素记录下来，同时也有个 buffer来记录要处理的像素个数。在 backward 的时候，用 execute indirect 通过 buffer 指定 CS 的执行参数，这样就不用把启动参数读回 CPU 再去执行 CS。那么是时候讲讲 GPAA 的八卦了。AA 里提到的 GPAA 是由网名 Humans 的 Emil Person 独立发明的。在他帖子的评论区，有人提到1996年自己就提出过一样的算法，还申请了专利。申请公司是美光，就是生产内存的那个美光。专利专注于把图像从 frame buffer 转存到 texture 的时候，如何加上 AA。这个领域相对冷门，不难找到别的工作在说类似的事情，比如之前提到的这个，用 GS 重画轮廓并抗锯齿，也是类似但存在差别的算法。我还知道有另一个大家都在用的产品，在不知道那个专利以及 GPAA 的情况下，再次独立发明了一样的算法。不过反正2016年那个专利到期了，持有人并没有续期，这才成为可以自由使用的技术。
Torch 层还有细节 ，PyTorch 用的类型都是 Tensor， 我们可以获得内部的指针，但是我们没法用这个指针建立出 D3D12 的资源，只能单独建立一个 D3D12 的资源，把内容拷贝过去，无形中带来了2倍的显存和拷贝的开销。这里需要用到 D3D12 和 CUDA 的交互操作。之前 CUDA 对 D3D9、D3D11、OpenGL 都有独立的交互 API， 而到 D3D12 和 Vulkan 的时代，有一套新的 API， 可以用统一的方式来和图形 API 之间交互。现在我也是用这个来完成双向的拷贝，不过还要记住，如果一个资源不用交给 PyTorch， 就不要建立出它的 Tensor， 保持在 GPU System 的类型就行了。通过这个极其简单的改进，显存消耗从 15G 降到了 6G。所以 NVDFresh 那么耗显存，不是算法使然，只是因为代码写的垃圾而已。哎，不是啊，不要误会，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所有的 research code 都是垃圾。由此，我们从头写了一个可微渲染器，我把它叫做 GPU Diff Render。NVDFresh 3个缺点中的2个，显存大和许可证限制已经没有了。从平台支持度上看， NVDFresh 只支持 CUDA， 而我的通过 Compute Shader 支持所有的 GPU 甚至 CPU， 能和原有的图形程序无缝衔接。速度上，我的比 NVDFresh 慢了 20% 到 25%， 这是因为即便用了 CUDA 的 GPU Memory Copy， 也比什么都不做来得慢。而这部分正是占用了 20% 到 25%， 并卡住了 GPU 的计算。这暂时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限制是在 D3D12 那边，没法改进。如果我们从头实现一个 Auto Grade， 不用 PyTorch 那套，能消除这个拷贝，从头到尾都用 GPU System。按说 Vulkan 有扩展支持 External Memory， 可以在外部申请的内存上建立出资源，但它只支持主存的，不支持 CUDA 的。但对 CUDA 的编译依赖怎么办？注意这里特指编译依赖，执行依赖是无法消除的，也不是那么有关系，因为 CUDA Runtime 在 PyTorch 里本来就有一份，不用特别安装，也不会增加开销。而如果每次编译都得装 CUDA Toolkit， 会显著增加 CI 时间，并降低开发体验。现在我们只用到了交互和拷贝的 Runtime API， 不用它的编译器，用到的也就那么几个函数而已。所以动态载入如何？对，从 CUDA Runtime 的 DLL 动态载入这些函数的接口，在头文件定义用到的几个类型，就能在不依赖于 CUDA Toolkit 的情况下编译。第二个问题就此解决， CI 一定不会超时，开发也不必安装 CUDA Toolkit 了。那么3个问题都已经解决。这次我们终于让极简的可微渲染器相对完整，可以替换掉 NVDFresh。接下去我们就能以此为基础继续改进，再往前跨一步。欢迎继续收看，再见。I'm so happy, 'cause today I found